人类海战史上最强有力的武器，一度是称霸海洋100余年的战列舰。或许当时谁也未曾预料到，作为舰队配角的驱逐舰会取而代之，成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水面作战单元之一。即便在各类现代化武器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能够独立研制和装备大型驱逐舰的国家依然屈指可数。驱逐舰的历史发展到现代，大约走过了150多年，从海上配角到绝对主力，驱逐舰已经成为衡量一国海军实力的重要标志。迄今为止，从未有一款海上武器能够像驱逐舰一样，同时具备如此多的功能，担任如此重要的角色。目前世界上拥有满载排水量1万吨级驱逐舰的国家仅有4个，分别是我国、美国、日本和韩国。具体型号包括我国的055型导弹驱逐舰、美国的朱姆沃尔特级和阿利伯克级第3批次、韩国的世宗大王级、日本的摩耶级、爱宕级以及金刚级驱逐舰。其中满载排水量最大的是美国的朱姆沃尔特级，高达14564吨，我国的055型居于第2位，满载排水量在13000吨左右。其次是韩国的世宗大王级，其满载排水量在11000吨左右。日本的摩耶级、爱宕级以及金刚级驱逐舰的满载排水量普遍在1万吨左右。我国的055型导弹驱逐舰是2战后除航空母舰和2栖攻击舰以外，亚洲建造吨位最大的水面作战舰艇，也是世界火力最强大和综合战力最强的水面作战单元之一，拥有非常出色的防空、反舰、反潜和对地攻击能力。055型与世界同级舰相比具有哪些优势？各方面的性能如何？下面就让我们从动力、火力和信息化水平等角度来一同走进我国的055型导弹驱逐舰。早在1960年代末期，我国就开始了远洋护航大型驱逐舰的筹备计划。随着052C 和052D 型导弹驱逐舰的使用，为我国在驱逐舰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而成功研制了055型导弹驱逐舰。作为我国海军的第4代驱逐舰，055型具备执行多种任务的能力，既可以引领编队作战，也可以担任航母舰队的核心护航角色。055型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大。055型的长度达到180米，宽20米，标准排水量达到11000吨，满载排水量在12000吨到13000吨左右。我国的055型采用了全燃联合动力方式，其原理是使用2种不同功率的燃气轮机作为动力源，可以在不同功率需求时交替或同时提供动力。这种动力模式的使用效率更高，也更节省燃料。当需要高速航行或快速机动时，动力源会切换到大功率燃气轮机或者2种规格的燃气轮机，同时提供动力。这样既保证了燃油的经济性，提高续航能力，又能保证充沛的动力。这种动力模式也是目前世界大型水面舰艇比较主流的驱动方式。除了我国的055型以外，美国的阿利伯克级、韩国的世宗大王级、俄罗斯的无畏级、印度的加尔各答级、维沙卡帕特南级，以及日本的爱宕级和金刚级等等，都采用了这种动力模式。我国的055型的主动力单元为4台国产高功率燃气轮机，能够提供15万轴马力的充沛动力输出，航速在30节以上，续航距离在5000海里左右。055型在船体设计上比较注重隐身性能，在烟囱的设计上也有效减少了红外特征和雷达反射面积，整个舰体的噪声、红外信号、雷达反射面积和电磁辐射等信号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与世界同级舰相比，我国055型的动力输出最为充沛。以同样采用全燃联合动力方式的万吨级驱逐舰为例，韩国的世宗大王级和美国的阿利伯克级
均使用了4台美国通用电气 LM2500燃气轮机作为主动力单元。这套动力系统能够输出的总功率为105000马力，两者均能达到30节的航速。世宗大王级的续航距离可以达到5500海里，阿利伯克级的续航距离在4400海里左右。日本的摩耶级采用了复合燃气涡轮电力推进系统，主动力单元包括2台日本授权生产的美国通用电气 LM2500燃气轮机，输出功率约68000轴马力。辅助动力组合包括2台燃气涡轮发电机、2台柴油发电机以及2台电动机。当摩耶级需要高速运行时，2套动力系统都会参与工作。当续航状态时，则由辅助动力单元单独介入。这种动力模式的优势在于低速航行时产生的噪音较小，并且提高了燃油经济性，增加了续航里程。摩耶级的动力模式具备一定的优势，但是缺点也比较明显。摩耶级与同级舰相比，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摩耶级的极速可能达不到30节，而且在全力输出时，舰上的电力供应需要集中于动力输出，部分电子设备可能因此无法工作，或仅能维持低功率运转。美国的朱姆沃尔特级采用了较为先进的综合全电力推进系统，航速在30节左右。主动力单元为2台英国罗罗公司研制的 MT30 型燃气轮机，辅助动力系统包括2台小型燃气涡轮发电机，整体的动力输出在105000轴马力左右。2套动力单元均与2台电动机相连，利用电动机驱动螺旋桨转动。这种动力方式的原理是将2套动力系统的动能转换为电能，驱动电动机运转。这套系统产生的电力不但可以用于驱动传动轴，而且可以为舰上其他的单元提供充沛的电力保证。综合全电力推进系统无需离合器，甚至也无需变速箱，可以通过调节电流的大小来完成高速航行或经济型巡航。我国的055型采用的全燃联合动力方式看似较为传统，实则正是其优势所在。无论是日本摩耶级的复合燃气涡轮电力推进系统，还是美国朱姆沃尔特级的综合全电力推进系统，都是对驱逐舰动力单元发展方向的一种探索，其主要目的是节省成本和提高燃油经济性。而一艘驱逐舰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依然是稳定性。也许在未来的某个阶段，驱逐舰的动力系统会产生大范围的升级换代，但就现阶段而言，全燃联合动力方式依然是最主流和最稳定的选择。我们以美国为例，朱姆沃尔特级的1号舰于2011年开始建造，2016年投入使用。如果综合全电力推进系统足够完善和优秀，那么至少有10余艘最新批次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会采用这一动力系统。然而事实是，所有已经投产和进入生产序列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依然会采用全燃联合动力方式，而综合全电力推进系统显然还需要很长时间的磨合和考验。日本的摩耶级所使用的复合燃气涡轮电力推进系统，在理论上是全燃联合动力方式的改进模式，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复合燃气涡轮电力推进系统的极速表现差，甚至会出现满负荷运转供电不足的问题。这2点都可能成为正面交锋中的致命缺陷。我国现阶段在全燃联合动力系统领域的水平已经青出于蓝，在同样配备4台燃气轮机的情况下，我国的动力水平已经在美国之上，航程和极速表现也均是世界一流水准。稳定而充沛的动力输出，不仅令055型在巡航和各类对抗中游刃有余，也会在突防和追击任务中产生巨大的优势。我国的055型拥有强大的火力配置，能够执行防空、反潜、对地支援和反舰任务。武器单元包括1门主炮、1套近迫武器系统、112个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1套
近程防空导弹系统，2套鱼雷发射管，还搭载有1架舰载直升机，在火力单元上要大于美日的宙斯盾舰。韩国的世宗大王级虽然是目前火力单元最丰富的大型驱逐舰，但仅限于增加了垂直发射单元的数量，与我国的055型相比，并不具备明显的火力优势。美国阿利伯克级第3批次拥有1门主炮、1套近迫武器系统、96个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2套鱼雷发射管，可以搭载2架舰载直升机。韩国的世宗大王级拥有1门主炮、1套近迫武器系统、1套近程防空导弹系统、128个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2套鱼雷发射系统，以及4套反舰导弹发射系统，可以搭载2架舰载直升机。日本的摩耶级拥有1门主炮、1套近迫武器系统、96个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2套反舰导弹发射系统、2套鱼雷发射系统，可以搭载1架舰载直升机。美国的朱姆沃尔特级的主武器单元包括80个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以及2门先进舰炮系统，可以搭载2架舰载直升机。从主炮规格来看，我国的055型的主炮口径为130毫米，是除了美国朱姆沃尔特级之外，同级别驱逐舰主炮中最大的口径，射速可能高达每分钟40发。美国阿利伯克级较先进的批次，以及日韩宙斯盾舰普遍使用的美国马克45型舰炮，口径为127毫米，射速在每分钟16到20发左右。055型的主炮不但射速快，而且采用了隐身设计，不但可以发射多种制式弹药，还可以发射制导炮弹等高科技弹药。从垂直发射单元来看，我国采用了前64后48的布局，世宗大王级的垂直发射单元最多，采用了前80后48的布局。美国阿利伯克级较新批次和日本摩耶级的垂直发射单元较少，前者采用了前32后64的布局，摩耶级则采用了前64后32的布局。美国朱姆沃尔特级的垂直发射单元最少，仅为80个。从武器类型上看，我国的055型能够发射红旗9系列中远程防空导弹、鹰击21超音速反舰弹道导弹，以及鹰击18反舰导弹等等。美国阿利伯克级较新批次能够发射的弹药，主要包括战斧巡航导弹、海麻雀防空导弹、标准2型中程防空导弹、标准3型舰载反弹道导弹，以及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等等。日本的摩耶级驱逐舰同样采用了美国马克41型垂直发射系统，能够发射美国标准2型中程防空导弹、标准3型反弹道导弹，以及标准6型防空导弹等等。韩国世宗大王级采用了2套垂直发射系统，具备80个单元的美国马克41型垂直发射系统，用于发射美国标准2型防空导弹；具备48个单元的韩国垂直发射系统，用于发射韩国玄武3C 型巡航导弹和韩版阿斯洛克反潜导弹。美国朱姆沃尔特级垂直发射单元能发射的弹药类型，主要包括美国改进型海麻雀防空导弹、战斧巡航导弹以及阿斯洛克反潜导弹。从垂直发射单元数量上来看，韩国的世宗大王级最多，达到128个，我国的055型位居第2位，拥有112个。美日宙斯盾舰大多具备96个发射单元，美国的朱姆沃尔特级最少，仅有80个发射单元。从垂直发射系统所搭载的武器性能方面来看，我国055型导弹驱逐舰配备的防空导弹为海红旗9远程防空导弹，射程在200公里以上，射高在3万米左右，极速估计可达6马赫，能够对各类空中目标和低空越海目标进行精准拦截。美国改进型海麻雀导弹是一种中程防空导弹，射程在50公里以上，极速可以超过4马赫。美国的标准2型防空导弹射程在74到167公里左右，极速约3.5马赫。
美国标准3型防空导弹是一种舰载反弹道导弹，射程为900公里或2500公里，射高约160公里或500公里，极速在8.7马赫或13马赫。改进型海麻雀导弹是宙斯盾舰的近程防空体系，标准2型则充当中长程拦截任务，标准3型担任着弹道导弹拦截角色，也可以用于攻击人造卫星。日本和韩国宙斯盾舰的垂直发射单元都来自美国，根据宙斯盾系统版本的不同，各自能够发射的导弹版本也存在差异。美国阿利伯克级较新批次可以搭载完整的防空导弹序列，日本的宙斯盾舰也可以发射标准3型反弹道导弹，唯独韩国的宙斯盾舰目前还没有配备美国的标准3型，仅具备发射标准2型防空导弹的能力。我国055型的垂直发射单元配备了鹰击21型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射程估计高达1500公里，极速在10马赫以上，能够对陆地和水面目标进行攻击，具备非常优秀的突防能力。除了鹰击21以外，055型还可以发射鹰击18型反舰导弹，射程在600公里左右，极速可达3马赫。美国目前最先进的反舰导弹是于2018年投入使用的 AGM-158C， 其舰载版本仅由美国海军使用，射程估计在560公里到930公里左右，速度为高亚音速。美日宙斯盾舰的反舰武器主要是美国的鱼叉反舰导弹，采用独立的发射管发射，单套发射系统通常为4联装结构。舰载版本鱼叉导弹的射程在140公里左右，极速在 0.7 马赫以上。韩国的反舰导弹则采用了本土研发的海星反舰导弹，射程在180公里以上，可以采用超低空掠海飞行的模式，极速约 0.95 马赫。在对地攻击武器方面，美国最为依赖的是战斧巡航导弹，拥有多个批次和不同的型号，最大射程约2500公里，极速约 0.74 马赫。韩国的世宗大王级配备了本土研发的玄武3型巡航导弹，主要分为玄武 A 型、玄武 B 型和玄武 C 型，三者的射程分别为500公里、1000公里和1500公里，可以达到次音速水平。日本宙斯盾舰目前还没有配备巡航导弹。对比而言，我国在火力配置和武器性能表现上都处于领先水平，主炮口径和射速明显强于同级别舰艇。我国海虹骑行防空导弹在射程和极速表现上均优于美国的标准2型，鹰击21和鹰击18在射程和极速表现上也明显优于美国的 AGM-158C 以及鱼叉反舰导弹，并且两者具备对地攻击的能力。我国055型在区域防空和对海作战领域具备非常明显的火力优势，不仅在射程和极速领域有着优秀的表现，在制导方式和高机动突防能力上也具备一流水准，既可以完成区域防空任务，又可以对任何海上目标完成致命的打击。在近程防御单元方面，我国的055型配备了一套1130近防炮，以及海红旗10系列近程防空导弹。1130近防炮的射速高达每分钟11000发，远超美国密集阵系统的每分钟4500发，能够对超音速掠海目标进行有效的拦截，一次可锁定40余个目标，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高精度拦截，拦截成功率接近100%。海红旗10是我国研制了又一款近程点防御防空系统，能够对各类亚音速、超音速目标进行高效拦截，最低飞行高度在 1.5 米左右，能够快速摧毁各类掠海高机动目标。综合来看，我国的055型无论从防御力还是攻击力表现上，都不亚于任何一型的宙斯盾舰，
在火力单元和武器性能上均处于领先地位，是足以令任何水面舰艇望而生畏的强大海上战力。从电子系统上看，我国055型的同级对手是美国的宙斯盾系统。宙斯盾系统的批次和具体型号繁多，根据软硬件的不同，主要的区别在于核心组件的性能差别、使用武器类型的限制，以及核心计算机的数据处理能力。不同批次之间，核心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差距能够达到1000倍以上。目前，美国海军较新批次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配备了最先进的宙斯盾系统，其核心雷达组件也最为先进。宙斯盾系统能够对舰载武器单元进行统筹管理，并与雷达和各类传感设备相联系，引导舰载武器系统发动攻击或进行防御。其核心优势在于防空作战。阿利伯克级第3批次的核心雷达组件，也是宙斯盾系统的核心组件，为美国雷神公司提供的 AN-4I6 型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而日韩的宙斯盾舰仅配备了 AN-4I1 型。目前仅供美国使用的 AN-4I6 型是日韩宙斯盾舰 AN-4I1 型灵敏度的30倍，信息处理能力的30倍。我国的055型搭载了一套自主研发的综合战斗和指挥管理系统，其核心雷达组件是我国的海之星有源相控阵雷达，具备一定的反隐身能力。除了可以引导各类常规舰载武器外，可能还具备引导反卫星武器的能力。美日韩宙斯盾舰普遍配备的 AN-4I1 型雷达的探测距离在370公里左右 ，AN-4I6 型的探测距离可能在400公里以上。我国055型装备的海之星雷达探测距离在450公里以上。经过不断的更新换代，我国海之星雷达的综合性能早已超越美国现役的 AN-4I1D 型雷达，在搜索范围、抗干扰能力、目标跟踪数量、数据精度以及任务处理能力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综合而言，我国的055型是世界战力最强的导弹驱逐舰之一，在吨位、航程、极速表现、火力配置、武器性能和电子系统领域堪称无懈可击。就同级别的宙斯盾舰而言，我国055型在武器单元和动力表现上占据优势，相对于日韩宙斯盾舰以及美国第1和第2批次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我国的电子系统性能也处于领先地位，与阿利伯克级第3批次不相上下。美国的朱姆沃尔特级虽然有着卓越的性能，但其实质上更像是美国海军的一个实验性平台，真正与我国055型产生可比性的，依然是美国的核心战力阿利伯克级以及日韩的宙斯盾舰。美国宙斯盾舰在数量上占据优势，现役阿利伯克级的数量达到70艘，第2批次以及第2批次以后型号的数量在50艘左右。韩国现役世宗大王级驱逐舰的数量为3艘，日本爱宕级、金刚级以及摩耶级驱逐舰的总数为8艘。我国现役055型的数量为6艘，但即将扩编为8艘。未来，我国055型导弹驱逐舰的数量还将得到大幅度的增加，各方面的性能也将愈发优秀。不久的将来，我国将拥有3支航母编队，有以福建号航空母舰和055型导弹驱逐舰领衔的超级航母战斗群，宛如来自东方的3条巨龙，将在浩瀚的大洋上自由地驰骋。我们的中国海军将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以上是本集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视频，欢迎您在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搜索武器沙漏。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